川普这一次是真下了狠手。就在5月29日，美国商务部亲手掐断了中国 C919 大飞机的心脏。一句话，一个决定，中国引以为傲的国产大飞机可能将永远无法真正飞上蓝天。这是一次精准制裁，一刀毙命。你可以掐住一个国家的粮食、能源、互联网，但最致命的是掐住它的科技命门。而这一次被掐住的正是中国商飞最核心的项目 C919 商用客机，其发动机 LEAP-1C。这款发动机不是中国制造的，而是由美国通用电气 GE 和法国赛丰集团 Safran 合资的 CFM 国际公司生产。而美国此次直接冻结了出口许可证，明确针对的对象就是中国商飞。这一决定不是商业考量，而是政治博弈，是川普为报复中国限制稀土出口而亮出的王炸。一刀封喉 ，C919 失去了他的心脏。我们都知道 ，C919 是中国耗费上千亿巨资、倾全国资源打造的国产大飞机梦想之作。2023年首飞之后，全国媒体集体欢呼，中国终于拥有了自己的大飞机。但很少有人知道，这架所谓国产的飞机，机上80%以上的核心零部件来自欧美。尤其是它最核心的发动机，100%依赖进口。而发动机是大飞机最复杂、最精密、最不可替代的部分。航空发动机素有工业皇冠上的明珠之称，不是中国不想造，是造不出。美国这一次精准出击，一招就要了中国大飞机的命。为什么说国产 C919 其实是组装货？根据公开数据 ，C919 虽然由中国商飞负责整体设计与装配，但包括飞控系统、航电系统、液压系统等大部分核心系统全部依赖国外供应商。比如，发动机 CFM 的 LEAP-1C 美法合资，飞控系统霍尼韦尔美国，航电系统罗克维尔柯林斯美国。燃油系统帕克汉尼芬美国，轮胎米其林法国。整架飞机看似国产，实则是中美欧合资拼装品。一旦外部断供 ，C919 马上烂尾。而如今，美国就真的掐断了发动机供应。据《纽约时报》5月28日报道，美国已暂停向中国出口喷气发动机相关技术，点名中国商飞为主要打击目标。这不是传闻，而是白宫公开审查的战略决策。背后潜台词再清楚不过了：中国，你别想挑战波音。在全球范围内，能制造先进民用航空发动机的国家屈指可数，美国、英国、法国、俄罗斯，中国并不在其中。要制造一款达到国际适航标准的发动机，光测试就需耗费几十万小时。据业内估算，一台 LEAP-1C 发动机从设计到量产，至少需要15年研发周期，投入超过500亿美元。而中国目前虽然在长江1000发动机上投入了巨大资源，但尚未获得适航认证，也未大规模装机试飞，短期内根本无法替代 LEAP-1C。这一断供无异于宣判 C919 短期内无法交付新订单，面临心脏停跳的命运。更可怕的是，中国商飞手里还攥着近1500架的订单，主要来自国内航司，但截至2025年5月，仅交付了48架。今年计划生产75架，商飞早早囤货的发动机，仅够应付这一年，一旦库存耗尽，未来将全面停摆。中国人必须正视一个可怕的现实：中国的国产化很多时候只是国产组装而已。在高端制造领域，我们仍然严重依赖西方的核心技术，不只是发动机，还有芯片、操作系统、工业软件。此次禁令不只是航空发动机，美国还同步冻结了 Cadence、Synopsys、Siemens 等公司对中国的一代软件出口。
这些软件是芯片设计的基石，没有它们，再多的芯片工厂也只是空壳。也就是说，美国这一次是全方位封锁，从大飞机到芯片，从硬件到软件，一网打尽。这不是贸易谈判的筹码，这是技术脱钩的前奏。而中国的应对呢？中国外交部仅仅表示坚决反对将经贸科技问题政治化。而中国商务部则回应全球芯片供应链面临严峻挑战。听上去强硬，其实底气不足。因为中国知道自己真正能打还手的牌不多。中国唯一稍具威胁的是稀土出口的限制。4月，中国确实曾暂停了对美国的稀土出口，但很快，美国通过澳大利亚、马来西亚等地实现替代进口，缓解了冲击。而中国企业却面临美国市场大门紧闭、订单骤减的局面。数据显示，自2023年中美科技摩擦升级以来，中国高科技产品对美出口暴跌 34%， 尤其是在半导体、航天、工业设备领域，出口同比下滑超过 50%。而国产替代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快。比如，华为虽然推出了纯国产手机 Mate 60 Pro， 搭载自主研发芯片麒麟 9000S， 但该芯片依旧是台积电旧工艺的衍生，技术落后高通3代以上。中芯国际的制程能力卡在7纳米，距离先进制程还有2代鸿沟。更别说航空发动机这种超级尖端工业，没有至少20年的积累、巨额的资金和技术沉淀，中国短时间内根本不可能实现完全自主。这一战，中国输了吗？至少短期内是的。C919的心脏被掐断，这是白宫在技术战上的精准一击。虽然中国可以囤货、延产、宣传，但再多的口号也掩盖不了一个事实：中国的大飞机还得靠美国给零件。如果说 C919 象征的是中国科技的登天梦，那么美国这一次是在告诉我们，你的翅膀是我给的，我也能收回。很多人天真的以为美国断供发动机，大不了我们用国产的。没错，国产替代一直是我们嘴上的希望，但现实从来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。目前，中国自主研发的民用航空发动机中，最接近 C919 所需的型号是长江 1000A。 听起来像个希望，但它还处于原型样机测试阶段，距离实际装机使用起码还要5-10年。而 C919 如今已经量产在即，却连心脏都还要靠美国人供货，一旦断供，就是一架飞机都飞不起来。为什么国产航空发动机这么难？你或许听说过这样一句话：航空发动机是工业皇冠上的明珠，是高端制造的制高点。这不是吹牛，是事实。以 C919 搭载的 LEAP-1C 发动机为例，核心温度超过1700摄氏度，而叶片所用的单晶高温合金材料，要求在高温高压下连续工作几千小时而不出故障。材料、工艺、耐热、震动、噪音控制，每一项都是人类工程的极限挑战。据公开数据显示，美国 GE 在 LEAP 发动机项目上花了15年研发周期，超过10亿美元的研发成本，投入超过10万小时的测试时间。而我们中国的长江 1000A 2010年才正式立项，至今仅完成地面测试阶段，连飞行验证都还没进入。2023年，航空知识杂志披露，长江 1000A 目前还不具备量产能力，更无法适配现有 C919 飞机的飞行标准。这意味着，即便美国断供在眼前，中国也无国产备胎可用。一旦断供， C919 就真的无心可用了。别忘了，中国目前的几大主力航司，国航、东航、南航都已经下了 C919 的大单。根据2024年的年度报告，三大航总共计划
在2025年前接收超过90架 C919，而截至2025年5月，中国商飞总共才交付48架，连一半都没完成。问题是，这90架飞机的发动机哪里来？如果未来2年美国彻底断供，而中国国产发动机仍未量产，那 C919 项目只能硬着陆，烂尾、延期、退单、赔款全都要来了。不仅是国内，中国商飞还把目光瞄准了海外市场。2024年年底 ，C919 全球订单数高达1462架，其中不乏来自中东、东南亚、非洲的新兴国家航空公司。但这些订单之所以存在，是因为 C919 搭载的是国际认证的 LEAP-1C 发动机，有安全保障，有可维护性。一旦中国被卡脖子，这些国际订单就会瞬间崩塌。金融时报分析指出，如果 C919 转用未经国际认证的中国发动机，绝大多数国际客户将主动退单，因为适航认证极难通过。经济学人更尖锐地指出，美国此举意图明确，即不希望中国制造商在中高端民用航空市场与波音、空客正面对抗。断供发动机是最精准的打击。可以说，美国的这记王炸精准命中中国制造最核心的软肋。更悲惨的是，这不仅是发动机危机，更是整个科技供应链危机。发动机只是个开始，为什么中国连一个发动机都造不好？一句话，中国过去20年的发展过于依赖外资供应链，轻视基础研究、基础材料、基础工业。中航工业在2023年的年报中坦言，我国在高端材料、微米加工、复杂工况仿真等领域仍存在关键短板，特别是在发动机涡轮材料、航空电子系统、适航取证能力等领域仍无法实现自主突破。而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更是沉重。2024年，中国基础研究经费仅占2与地总投入的 6.57%， 远低于美国 17%。材料科学领域的世界前100高校，中国仅占3所，美国为32所。全球航空航天工程领域前10大科研机构中，中国无一入围。这不是科技能力不够，而是中国从一开始就把资源砸在快钱、热钱、规模 KPI 上，忽略了最苦、最慢、最烧钱却最不可替代的发动机之心。C919 发动机断供危机，其实是中国整个科技自主神话的危机。有人说，只要国家支持，钱多了，什么都能造出来。但你知道吗？仅仅为了搞出 LEAP-1C 发动机，美国 GE 和法国赛峰从2005年开始研制，直到2016年才首次商用，11年，仅研发成本超过100亿美元，期间烧掉至少2000名科学家的青春。而中国搞长江 1000A 发动机，总研发投入不过50亿元人民币，科研团队不足500人，周期却想控制在10年内。你觉得真的能追得上吗？ C919 的危机是一个信号，一个前兆，一个警钟。它告诉我们，没有核心技术的国产梦，终究是空中楼阁。